小狗喜欢你，最喜欢，只喜欢你。哎，我还以为自己藏得很好呢。我看你在认真学习，不想打扰你。你最近……我来也是有会议相关的事和你说。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林芝校长的事。联盟的教授们认为，学校不仅要有一位公正的领导者，也应该鼓励学生们自律。没错，毕竟圣希拉和别的学校不同嘛，除了传授知识，让两族学生和谐共处也是很重要的。大家选择这里，说明对学校的理念有初步认可，但还要鼓励同学们更坚定的自发维护才行。这个嘛，我们也是第一届，只能在实践中慢慢探索喽。教授们想先试着在校内组建学生联席会，由两族的学生代表共同管理。至于联席会长，也是人族与灵兽族各一名。我应该会代表灵兽族参与竞选，你呢？有没有意向一起加入？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没问题。我是说，我想和你一起当选。好，好，那正式竞选前，我们还有件事可以一起完成。下月初，灵兽族院校灵庭的辛德教授会带一批学生到我们这里交流学习。校长想让有意参加竞选的学生共同参与欢迎会的准备工作，算是对竞选者的初步考察。这还真不好说。在我的印象里，灵庭的行事风格相当闭塞，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所以校长对这次灵庭来访非常重视，绝对不能出错。对了，今晚要不要一起吃饭？正好商量一下关于接待的事。那下课后我在后门等你，你记得啊。
这样一来，布置工作就完成了。迎宾那边好像缺2个人手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帮忙？好像也不需要我们做什么，要不早点回去吧。你就是夏彦？是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听说你是这一届的年级长，应该也想竞选联席会长吧？是的，今晚负责宴会工作的同学都是联席会长的竞选者。请聆听的同学们放心，无论最终是谁当选，都会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。帮助？以他们的能力，还是算了吧。只有你还勉强算个竞争者，我是出于礼貌来和你打声招呼。为什么不能？所谓竞选，不就是比谁能力强吗？我们在说灵兽族的事，人族的同学，可以先离开吗？唉，没有特殊能力的低等生物，应该无法理解我们讨论的内容吧？可我并不想与你讨论，请让开。灵兽族的生活模式较为闭塞，有些同学还保留着本体动物的天性，难免会有这样的情况。别生气了，我替他和你道歉，好不好？他的态度真的很过分。哼，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输的。既然决定一起参选，我绝不会把你身边的位置拱手让人。你这么优秀，肯定没问题。我是说，我想和你一起当选。你看，前几名又是林婷的。何止前几，他们最末的都在前30，一下把我们全挤到后面去了。这是林婷第2次参加周测吧？我们不是都在一起上课吗？人家怎么这么厉害？不止文化课统考，连灵兽族专项测试也是。学姐，能不能救救我？
没什么，学姐你别担心。就是这段时间，夏彦学长一直喊我加练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就忍不住抱怨了一句。学长让我回去休息，我有点担心他是不是生气了。所以，我只能来找学姐替我求情了。拜托了，学姐，帮我把这2瓶饮料转交给学长吧。好，多谢学姐。嘿，发现你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快让我歇歇吧，陪你们跑了那么久，还没玩够呀。啊，是灵兽学的教授说，和同族的小动物一起训练，或许更能激发本体的天赋。原本照顾他们的同学今天请了假，所以就拜托我带小家伙们出门放风。德牧每天都需要很大的运动量来消耗精力，这点我最清楚了。哦，我不要一个人休息，我不累。你来了，我就不累了。我是说真的，训练结束后，我本来累得动不了，但远远听见你的呼吸和脚步声，好像又有力气了。只想着快点见到你，去做些我们能一起做的事。没错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运动了半天，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。多谢啦。其实，我是在生自己的气。聆听的人几乎不与我们来往，也没惹什么麻烦。是上周，我旁观了聆听的专项测试，发现他们对灵兽天赋的开拓远胜过我们。你知道的，我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变回本体，激发自己的兽形能力，这个过程也叫返祖。可聆听却已经在返祖的基础上达到了进化。就比如，即便我切换回本体，也只能得到德牧犬原本的才能。可他们却有方法将能力进一步拓展，不仅远超同族，甚至可以觉醒其他种族的天赋。同样是德牧，他们可能拥有鹰的视觉、象的力量、豹的速度，而我
可能就是一只普通的小狗。我觉得是自己训练不足，才没有找到突破的关键，所以想尽可能再多努力一点。让叶昂回去休息，也是我不想将这份压力强加给别人。真的吗？好，那我每天下课后都去找你，可以吗？好，不见不散。哼，发现你了。当然，你的脚步声、呼吸声，还有你的气味，我都最熟悉了。刚才辛德教授来问我，要不要转学加入灵庭，而且他好像话里有话，一直在暗示我，只有灵庭拥有完成进化的方法，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，可以让人突破自我，甚至跨越种族。别急别急，哎呀，我怎么可能会离开这儿呢？当初选择这里，就是因为学校的理念与我的理想相同，所以我绝对不会离开的。我想用自己的努力，哪怕只是改变一点点，去创造一个人类与灵兽和平共处的世界。从小到大，我见过许多无谓的纷争，彼此信任，共同发展。说起来简单，真正做到却很难。这座学校可以让我践行自己的理想，至少是第一步。我愿意相信和坚持，去做我认为正确的事。而且，我也确实在这里遇见了美好的一切。总之，我不会忘记自己来到这里的理由，就算没有他的方法，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。只是聆听这次远道而来，我不会是他唯一的目标。有一说一，想去哪所学校是同学们的自由，可聆听这个态度，实在让人担心。他还说呢，只要我肯答应，就能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唉，怪我光顾着拒绝，应该先顺着他的计划再试探一步的。
你来了，正好，我这边也找到一些关于林婷和辛德教授的资料。还记得我们之前了解的信息吗？辛德教授曾向林芝校长发过交流学习的申请，但被拒绝了。虽然这件事的经过没有太多记录，但我发现他们2人都曾加入共生派，并且短暂共事过。或许我们可以从林芝校长的事件出发，换一个角度。可能在工作中接触后，他们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这就是林芝校长当初婉拒林婷的原因。其他线索我会继续调查。这周的测试成绩有什么异常吗？叶昂，我会试着找他了解情况。不过他今天没来上课。哎呀，中午开会忘记吃饭了。小狗是不能吃巧克力的。真的？没关系，反正快到晚饭时间了，我们在一起复习会儿吧。我说过，想和你一起当选联席会长，一定要做到才行。因为我相信你。我们一定可以。哦，好，那明天见。小心！我没经历过，但能感受到，这是本体兽性失控的表现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先把他送去校医院再说。医生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，目前的状态是因为过度疲劳陷入昏迷。只能等他醒来再问了。学长，学姐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杨，没事的，先放松。
你还记得之前发生的事吗？好了，坦白交代吧。其实上周我收到了辛德教授的邀请，他说我是很有潜力的学生，希望我能转学到灵庭。那你怎么说？我当时拒绝了，可他说有个立竿见影的办法，让我试过之后再做选择。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药瓶，让我每天服用，说是灵庭的秘药，能帮助灵兽族觉醒潜能。一开始我没敢吃，直到周测的前天晚上，我的课文怎么也背不下来。我想着自己训练没进步，成绩也不好，还老给学长添麻烦，就把一瓶都吃完了。效果比我预想的还明显，有种脑力和体力都突破极限的感觉，我好像真的变聪明了。可考试结束后，我感觉脑子越来越乱，身体也有点不受控制，然后就在这里了。辛德教授给你的那个药瓶还留着吗？记不记得放在哪儿？就放在宿舍的桌子上。好，之后的事就交给我吧，你先好好休息。等我一下，我去他宿舍看看，马上回来。药品已经没有了，但残留的气味很像某种刺激神经兴奋的禁药。可目前除了空药瓶，没有任何证据。如果辛德反咬一口，我们反而会陷入被动。这种药品的保存期限通常有限。它在学校附近应该有个制药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尝试寻找这个秘密据点。我只是在想，或许我这段时间因为成绩太焦虑了，所以才传染给……我明白的。其实，我对自己的灵兽能力并不是很满意。嗅觉、听力，还有运动天赋什么的，和一只普通的小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一直希望自己也有某种能力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我也能越过种族的边界，但我也会胡思乱想。如果真能通过特殊的方法获得强大的力量，那时的我会是什么样？越这样想，越让我觉得自己很弱小，好像除了白日做梦，真的没有改变自己的机会了。
可关于灵兽能力的事，当然不会。那你呢？你也喜欢小狗吗？可关于灵兽能力的事，当然不会。那你呢？你也喜欢小狗吗？我闻到了，就在这里。笋的嗅觉相比其他感官并不敏感，我们在自然课上做的香水正好派上用场。多亏校长愿意相信我们，如果不是他调整了聆听的公开课，我们也没有机会单独追踪心得。是风把气味吹乱了，附近又有很多花草，我有点找不到香水的味道了。我再试试。如果我能找到突破极限的方法就好了。超常发挥的原因，非要说的话，犬科是一个容易被情绪影响的物种，尤其面对危机，可能会爆发一些潜能。我可以尝试调动自己的情绪，但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这是我从没试过的方法，同族的老师也禁止我们尝试。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像叶昂一样失控。可是，我会找到我的极限。
你，我的目标。哎，我刚才。我在回忆上次突破极限的感觉，就在你被叶昂攻击的那天。我远远看到你有危险，不顾一切扑了过去。等我回过神，就好像瞬间移动一样来到你面前。所以我想，你就是让我突破极限的关键。我试着寻找那天的突破状态。于是开始在脑海里假想危机。没错，我假想你被辛德抓走了，将香水的味道替换成你的味道。可能就是因为这样，才会把你当作目标。我害怕你会真的消失，我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有受伤吗？对不起，我也没想到这个方法这么有效。我好像真的找到诀窍了。我入学的时候听说过，在圣希拉学院成立前，这里曾有个灵兽族学院，没想到被辛德当作据点。过程也还算顺利，幸好我们。他们飞行的轨迹是从圣希拉学院过来的。看来辛德在校内埋伏了眼线，应该是校长动身惊动了他们。再这么等下去，辛德可能会趁机销毁证据。我们只能立刻行动，说不定有办法拖住他。通过气味只能追踪，没办法准确定位。我可以扩大听觉试试看。我知道他在哪儿了，快，他要带着证据离开了。你们竟然能找到这里！哼，灵芝，好熟悉的名字啊！看他现在的下场，就知道我们当中谁的选择才是正确的。人族当然不愿承认，你们没有与生俱来的能力，只能用伦理道德来制造枷锁。什么共生，什么自治，都太幼稚了。
我没有特殊的才能，理应统治这个世界。怎么可能？我没有传授你突破的方法，你怎么能阻挡我的攻击？别忘了，德牧也是狼的后代。如果有人想伤害我的同伴，我不会输给任何人。真是愚蠢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让我看看。我们先回去吧。知道了，学姐。嗯？什么？可我能做到这些，也是因为你在我身边呀。如果我们能一直在一起，应该会是一对很完美的黄金搭档。啊，什么礼物？这是……好，我准备好了，快开始吧。哇，好像真的变成巧克力了。啊，还要等呀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快尝尝！不了，我想和你单独待在一起。其实，我又想了很多关于本体的事。我好像明白了，为什么我之前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很普通。因为我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：德牧最珍贵的天赋，不仅是运动和感官，还有勇敢和忠诚。当然，对于已经是人形的我，忠诚2个字有点奇怪，不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了。
教授告诉我，族中很少有人可以凭借意志突破上限，这的确是属于我的特殊又珍贵的才能。我的灵兽祖先从孤傲自由的野狼进化而来，血脉中曾有难以驯服的野性。但我已经真切地感受到，如果能找到那个唯一的想要守护的人，会愿意放下整片旷野，只为在那人身边。无论小狼还是小狗，只要那颗真心能被接受，他愿意用此生的时间去信任和陪伴。你之前点头说喜欢小狗，可我不敢确定那份心意是不是和我相同，所以我想再问一次。小狗喜欢你，最喜欢，只喜欢你，你愿意接受小狗的喜欢吗？那说好了，绝对绝对不能抛弃小狗。不可以只把我当作小狗。哎，饼干怎么没了？你来啦，正好我在设计日记呢，是人族的老师教我们的，用手绘和贴纸记录值得回忆的事。之前还不太习惯人族的文字，现在学校的工作也忙起来了，试试这个偷懒的方法也不错嘛。而且只有真正了解我的人，才能读懂图案背后的故事。这么一想，是不是觉得很特别？我才不会忘记呢，不信你来问问看。就算是秘密，和你分享也没关系。因为只要在学校，每天都会遇见你啊。我很喜欢这个图案，这么可爱，这么简单，却能记录我热烈的心情。看见它就会想起，今天又见到了喜欢的人，我的心脏也和这颗爱心一起跳个不停。当然是糖果啦，它代表的是我当天的心情。这种好几颗落在一起的，是超级满足的糖度标注。甜味是让人快乐的味道，就像和你相处的时间一样，而且这种幸福没有上限。所以，如果你也觉得开心的话，多留在我身边好吗？我们一起寻找甜蜜的感觉吧。嘿嘿，没错，其实每一个彩虹都代表我的一个心愿。毕竟有些东西可遇不可求嘛，我也有一些小梦想，希望幸运之神可以眷顾一下。不过现在，我的心愿不再只有自己，这也是最让我满足的、最幸运的事。时间不早了，但我还不想和你分开。我们再一起散散步，然后我送你回宿舍，好吗？希望之后每一天，值得我记录的回忆，都与你有关。